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后山皮公园，今天要来这边继续 Tony 开讲。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延续我上一次所聊的孔子，因为我上一集播出之后，引起很多人对我的批评，甚至是攻击。那我到底说错了什么话？其实没有，我只有说了一句话，就是我中年以后以儒家思想作为我人生的依归。那这样的一句话，如果是别人说，可能是会说成我中年之后以基督教信仰作为我人生的依归，或是我中年之后以老庄思想作为我人生的依归，或是我中年之后以佛教信仰作为我人生的依归。那当你听到这些人这么讲的时候，你会去攻击他、批评他吗？我想应该大家都不会。那为什么我说我中年以后以儒家思想作为我人生的依归，却被攻击得很厉害？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想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太敏感了，他们的逻辑就是很简单：你喜欢孔子，那么台湾所有喜欢孔子的人，他们所提出来的主张，可能是台湾要加强儒家文化的教育，台湾的国文课本文言文的比率要提高，或者是教师节928应该成为国定假日。Tony，你喜欢孔子，你就是支持这些主张。那请问，我上一集的节目里面，我有提到这些主张吗？我根本没有。所以你们是看到黑影就开枪。其实我上一集的节目只有提到说我喜欢孔子，但我并没有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喜欢孔子，而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解释为什么台湾很多人不喜欢孔子，先做社会心理学的分析。那这一集的节目，我就来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喜欢孔子。我想大概到了40岁以后，人生来到中年阶段，一定都会有深刻的体认，这个社会的运作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，再加上人生的岁月渐渐过半，终究要面对生老病死的课题。那么我们的人生一定要有一些思想或者信仰作为依归，才能够安身立命。当然，这种选择不一定是单一选择，你可以融合各种的思想，兼容并蓄，找到一个让自己能够安身立命的方式。我30岁左右曾经读过圣经，也读过一些佛经，这些都是我在寻找安身立命的过程。但是最后我选择了儒家思想。说到这里，请大家不要又过度解读了，然后批评我说：哦，你就是认为孔子比耶稣基督还伟大，你就是认为孔子比释迦牟尼佛还更厉害。不是，我再说一次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这只是我个人人生的选择而已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文明，简化来说就是4大文明：基督教文明、伊斯兰文明、佛教文明、儒家文明。而其中最另类的就是儒家文明。别的文明都有至高无上的神作为唯一的真理，都有提出人生的终极方案，但儒家没有。因为孔子是人，人会生老病死，但神不会生老病死，所以孔子是最弱也最逊。那么我中年以后为什么要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我人生的依归呢？我想这是因为我大学时代读的是社会科学，我的知识体系是来自西方的理性及人文主义的传统，所以我比较难选择宗教作为我人生的依归。而孔子思想是一种人文理性的思想，比较契合我的想法。举例来说，我旅行时会进教堂参观，教堂的人会问我：你是不是基督徒？我都会回答说：不是，我是慕道友。也许我将来会成为基督徒，但我现在还不是。我只有宗教情怀，但还没有宗教信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理性主义及社会科学的学术背景，当我进入教堂，当神职人员说上帝创造人类，我心里是想着，为什么人类会创造出宗教？宗教在社会扮演了什么样的功能？那这是宗教社会学给我的影响。另外，我频道的观众也应该都知道，我很喜欢妈祖，这是很有特色的台湾宗教文化。我有朋友曾经问我，你有没有参加过白沙屯或大甲妈祖的进香活动？我说没有，也不会想要参加。我朋友就问为什么，我就简单的回答说，因为妈祖知道我的为人。朋友听了就哈哈大笑，
因为对我来说，我只要好好做自己，问心无愧。那么妈祖要不要保佑我，那就随妈祖自己的意思。如果有人进香时，为了抢钻妈祖的轿底而插队或推挤别人，那你觉得妈祖会保佑他吗？这就是理性主义，也是儒家的人文理性。例如《论语》记载，孔子生病很严重的时候，子路就建议说，要不要我们去求神拜拜，帮您祷告，请神明保佑你早日康复。孔子就回答说，秋之祷久矣。孔子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不用去拜拜了，我自己已经祷告很久了。那孔子是怎么祷告的？其实就是一辈子努力做一个有品格的君子。至于生死，自有天命。你有没有去跟神明祷告，都没有差别。如果真的有神明，他当然会看到我的行为跟品格，所以也不需要我特别的去跟他祷告。我从《论语》当然学到很多修身养性、为人处事的思想原则。例如，当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很有政治立场、很主观、很自以为是的论述时，我总会想起《论语》所说的“子绝世，勿义，勿必，勿固，勿我”，就是你不要太主观、太一厢情愿、太固执及太自我的偏执己见。所以孔子的思想当然能够让我在为人处事获益良多。但孔子是人，他的思想是属于实用理性，并不是教条或教义。对你有用，你可以接受；对你没用或是有所疑虑，你可以怀疑或不接受。那在孔子的时代，他也被他的学生子路呛过。有一次，孔子去见男子，男子是卫灵公的妃子，行为非常的淫乱，所以当孔子去见男子，子路非常生气地质疑孔子。孔子解释说，因为男子找人传话说他想见我，他是卫灵公的夫人，所以我只好礼貌性地去拜访，我并没有做出任何不适当或逾矩的行为。但子路听了还是非常不爽，所以孔子只好对天发誓说，如果我也干了什么坏事，老天爷会惩罚我。这就是孔子思想可爱的地方。孔子做错事，弟子可以呛他，也可以黑他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，在20年前，丹麦有一家报纸刊出了漫画，讽刺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。结果这位漫画家从此必须隐姓埋名，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，因为他激怒了全球的穆斯林。他如果暴露自己的行踪的话，那他可能就会有人生的安危。现在台湾有人哭手说，孔子是开补习班的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孔子是流浪教师，他的英文姓名是 Johnny Walker。我们可以这样随意的哭手孔子、黑孔子都没有事，因为孔子是人，不是神。我为什么喜欢孔子？就是因为孔子思想是一种人文理性思想，他的言论、他的思想都是可以讨论、批判，不合宜、不合理的地方都可以修正，而这也符合他的教育理念。例如，孔子说，当仁不让于师；孟子说，尽信书不如胡书。哪有老师说的一定都对？哪有书上写的经典我们都必须相信呢？你当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跟理性判断。但是如果孔子是神，那么他提出的神谕你要否定，那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。我再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今天小学有一位小学生上课在打瞌睡，被老师骂说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强不可污也，那他回去告诉爸妈以后，家长来投诉，那这位老师可能会被认定是不适任老师。那如果班级里面有男女同学吵架，那男同学就对女同学说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那这位女学生去跟老师投诉，那这位男同学可能会被送往性平会、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去做检讨。那位老师或这位男同学，他们可以主张说，这是孔子说的话，这是《论语》记载老师说的话，有错吗？对不起，就是有错，因为孔子思想它不见得适用于今日，所以孔子是人，他所提出来的一些人文思想，他的一些论述，当然有他时代的背景，所以这也表示说，儒家思想是人文理性，是可以检讨的，是可以被修正的。
最后我就来分享我读《论语》算是最揪心的一课，就是颜渊死，子痛矣。就是孔子他最得意的门生颜渊英年早逝，那孔子是哭得非常的伤心。那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有很大的感触。那孔子也是凡夫俗子，他跟我们一样是人，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，他也是束手无策，就只能伤心的哭而已。那我也会想到，如果我以儒家思想作为人生的依归，那么等到我年老将死的时候，事实上我没有办法依赖孔子的思想帮我渡过难关，因为孔子自己都束手无策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儒家思想最大的一个罩门，因为他并没有对我们的人生提出终极的方案，而其他更文明的宗教信仰都有。因为孔子是人，那以他的理性，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死后的世界，所以他的理想，他的知识，就只能提出我们此生此世如何去经营。关于人死后的世界，孔子不知道，所以他存而不论。但孔子不是无神论，他对宗教的态度是不可知论。所以有没有神明，你愿不愿意相信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孔子并没有给你答案。不过我后来想想，这样也没什么不好。我们能够以儒家思想来修身养性，同时也可以拜妈祖、拜天公、拜土地公，或信仰基督教或佛教，这样并不冲突，反而可以弥补孔子思想没有提到的人生终极方案。但是假设如果颜渊死时，弟子都哭得很伤心，孔子却告诉大家：你们在伤心什么？遥远的北方有一位北极神，他已经接走颜渊了。颜渊现在在北方极乐世界过着快乐的生活。如果你们都能遵循我的教诲，那么你们死后就会进入北方极乐世界。而且你们要切记，北极神是唯一的真神，如果有其他的神明出现，那都是异端邪说，凡我孔明信众都要群起攻之。如果《论语》真的这么写，那么中国历史上可能就会像欧洲那般长期的陷于宗教战争了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同理开讲，介绍我为什么喜欢孔子。我的开讲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